我现在面前的是三星刚刚发布的全新折叠屏旗舰 Galaxy Z Fold 6、Z Flip 6以及全新的一个小戒指。今天快速的大家开箱看一下。我们先来看大折叠。当当哦，我们先把机器拿出来放在一边啊，确实感觉到这个重量有减轻啊。今年呢，重量减轻是一个升级的点。我们先看一下配件啊。这里有一枚25瓦的充电插头 Type C 接口。哎，这个膜，这个膜撕的有些许干脆啊。哎，这个是那么一种感觉。好了，大家现在看到的呢，就是这一次三星 Z Fold 6一个银色的版本。我们先给它开机，然后带大家看一下机身的细节。我先给它进行人生的第一丝弯折啊，现在这个折痕看起来还比较浅。哦。三星的这个铰链的质感非常的好，应该还是目前啊市面上折叠屏铰链质感最好的。我现在呢把 Z Fold 5给大家拿过来啊，做一个对比。现在 Z Fold 6呢，因为是刚开箱，所以不代表一个正常水平。大家先看一下，现在来看 Z Fold 6它的折痕呢应该是更浅。然后我使用几天时间，再给大家一些新的反馈。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，我已经能够看出来了。Z Fold 5呢，它是偏圆角的。能看到吗？而 Z Fold 6要偏直角了。Z Fold 6它的边框整体上来说要更窄了，它的转轴从之前的光面变成了现在的金属。哦，背面的镜头设计也有改变。Z Fold 5的时候呢是3个小圆圈镜头，对不对 ？Z Fold 6三星有意的把这个镜头圆圈扩大了，所以因为这次边框变窄了。三星在整体尺寸保持不变的情况下，它的外屏从6.2英寸升级到了6.3英寸。大家看，在 Z Fold 5上，它的这个边框内侧的边框呢是一个光面的塑料，然后是一个圆润的弧线；而在 Z Fold 6上，它变成了一个平面的，但是一个磨砂的这样一个质感。至于内部的屏幕，现在我看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啊。这个部分我在使用一段时间再给大家反馈。是 Z Fold 5啊，255克，这个是 Z Fold 6 242克，也就是减轻了13克啊，差点算错了。然后呢，这一次厚度也是有缩减的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Z Fold 5它的厚度应该是在12.9697毫米左右，而 Z Fold 6它是在12.04毫米左右。然后我把 S24 Ultra 这个钛色给大家拿来给大家对比一下。新的这个银色和钛色相比呢，我觉得金属质感还要很重，当然它们两个都是玻璃后盖啊，但是它呢要比钛色少了一些这个金属钛的那种暖黄色，它应该更偏向有点像枪灰的那种银色啊，这种金属质感更强一点。同时，机身后盖的三星标识被取消了，所以整体上来说看起来更简洁了。然后在机身底部的设计元素上呢 ，Z Fold 6保持和 S24 Ultra 相同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扬声器都是以这种条形开孔，而 Z Fold 5呢还是一点点开孔。这一次 Z Fold 6的手机升级呢，主要有几个环节，一个就是外观设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，然后它的外屏亮度这次提升非常高啊，提升到了2600尼特的峰值亮度，而且外屏的最低刷新率呢，从前一代的48赫兹降低到了这一代的1赫兹，也就是说现在的外屏可以从1赫兹到120赫兹之间变动。然后我们来快速看一下 Z Flip 6啊，哦，这次我们拿到的是那个叫做夏墨蓝，很有那个青春文学的那种感觉。当当，哇，很好看，它确实很好看。我们看一下下边机器啊，哎呀，卡住了。同样是一个25瓦的插头，哎。Z Flip 6它的这个后盖手感呢，和 iPhone 15系列的那种后盖手感很像啊。于是我找来了 iPhone 15的蓝色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们两个颜色呢还并不是很相同。iPhone 呢还是要偏白一些，三星呢要偏浅蓝色一些，也非常好看啊。然后我想给大家对比一下 Z Flip 5来着，但是找了半天没找着啊。之后使用之后再给大家一些反馈。Z Flip 6应该也是采用的这种更直角线条的这种设计。今年的这个折痕呢，好像确实有改善，当然它也没有经过第一次弯折啊。我们现在给它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弯折，这个铰链的质感依然非常棒。就是咱们说铰链的这个质感方面，现在三星应该做的还是最好的，包括它各种悬停的角度，包括它这种阻尼感，它中间这个位置贴合的非常紧，能看到吗？首先啊，外屏还是这样一个尺寸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通过外屏，比如直接自拍呀，
啊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。有一个核心升级呢，是它的镜头，主镜头升级到了5000万像素，然后支持了一个光学2倍变焦的这样一个画质。电池升级了，从上一代的3700毫安时升级到了这一代的4000毫安时，理论上呢应该拥有更长的一个续航能力了。我不得不说，这个蓝色真的很好看，特别是配合它这个壁纸以及它这个蓝色的边框。我知道有很多同学都很期待三星这款小戒指，它是集成了很多传感器在内，可以测量用户的心跳，可以测量用户的睡眠，可以测量用户的运动的卡路里。这个就是包装盒是吗？它这边底下是有这种胶条的，防止运动，防止你动。然后这个包装盒就打开的时候这么大，对不对？这么打开这个小戒指，它总共有3个颜色，其中有一个是那种磨砂黑色，然后有一个是银色。我拿的这个是一个金色，其实我个人会最期待那个银色，因为银色那款呢，它是最不像科技产品的，就是和生活中融入感是最强的。然后它这上面也有一层膜，我给它撕掉，我这是人生第一次撕戒指的膜，很轻，这款戒指很轻，要比金戒指轻，感觉。哦，好亮啊！哇，金色这款有点指环王的意思，有没有？它上面要再刻一些那个，对吧？指环王那些亮的小字儿，要是里边有那种 LED 灯光，可以把那个字儿，我已经把三星下一代戒指这个方案给想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，这是有一些传感器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这边是有一个三星的字样。我现在给自己戴上戒指，当然这个戒指好像是你戴哪个手指都可以吧，我还没有具体研究啊。宣传片里都是戴食指啊，我感受一下。刚刚好啊，有一种灰姑娘穿水晶鞋那种感觉，这个戒指就是我的了。然后呢，这枚戒指三星官方给出说明是它可以充一次电实现7天的续航。然后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，你也可以不用摘下来。但是我现在戴上呢，它肯定是要比我们普通的戒指还要更厚一些，挨着的这根手指头是能感受它存在的。但我相信可能用了几天的时间，应该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适应了吧。然后这个小盒上这里有一个 Type-C 的充电接口，所以你要充电的时候，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充电的数据盒。理论上你就是把这个戒指放在这里边这有一个按钮是用来配对的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抢先看的一个视频开箱啊，我会在17号那天，应该是国行正式发布的那一天，给大家带来更多颜色、更详细的一个上手反馈。我是钟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